说起海盗船这个品牌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那就是贵，基本上没个四位数是下不来的。包括我上一期测评过的 K70 Max 也是去到了1899，一个比较夸张的价位。那我今天手里这一款 K70 Cloud 这款型号，相对于海盗船的其他系列来说啊，可以说是比较亲民了，只要699。那海盗船的刀法到底怎么样？切出来这把键盘到底香不香？那本期视频告诉你答案。首先在包装上对比之前的 K70 Max 或者 Pro 这些偏高价位的型号，主要的区别就是少了底下的手托，键盘本体也是用一层油脂来保护。海盗船最近推出的型号好像都是这种包装了，所以说大厂的环保观念啊，那就是不一样。然后来看到键盘本体啊，还是海盗船一贯的104配列，但是这个型号啊也是有变化的，甚至可以说是变好看了不少。首先底壳从之前的一刀切变成了一个倒梯形的设计，在左下角依旧是键盘的型号标记，右上角104键空注这块区域默认是音量的旋钮和一块多媒体按键，默认是播放和暂停，也可以自定义。然后来到背面啊，中间的话有一个拉丝的金属 logo， 在四边做了非常大面积的条纹，配合倒梯形的脚撑啊，整把键盘的工业设计是非常不错的啊。海盗船在这方面也就是保持了大厂的一贯优势。RGB 的话自然就不用多说了，海盗船的看家本领自然也不能落下。这么一看，好像键盘也还行吧，并不是这么不能接受，是吧？那接下来就是海盗船对这把 K70 青春版的第一刀，首当其冲的就是键帽 ABS 材质，没错，699的键盘 ABS 键帽。其实海盗船这种厂商啊，做 ABS 键帽还是很有一套的，很容易做出那种黑到发亮的观感，整体上是要比 PVT 的键帽好看不少的，甚至一开始那段时间的触感也很细腻丝滑，当然相对的就不那么耐造了，高强度用个1-2个月就会在上面留下时间的痕迹。如果说上面的刀砍在键帽上还不痛不痒的话，那接下来这刀我就不太能接受了。没想到啊，23年居然还能看到不可键线分离的键盘。在我的印象里啊，我从21年开始做 UP 主，正式更新视频，到现在也做了快300期视频了。还是第一次遇到不可键线分离的键盘啊！恭喜海盗船成功拿下我频道的第一次。至于不可键线分离会带来什么不便，我这里有2个点给大家参考。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键盘，并且不会带着这把键盘到处跑，有没有键线分离是问题不大的。如果上面这2点你有一点中招了，那键线分离无论是键盘替换的过程还是移动的过程中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麻烦。那如果以上2点你都能接受的话，那恭喜你，你已经是这把键盘的目标用户了。至于其他的地方 ，K70 Cloud 在填充上还是蛮大方的，可以看到空格位置有做破龙泡棉的填充，官方宣传的拆解图中也是有2层内部的泡棉。定位板的话，回馈还是比较扎实的，虽然没有 K70 Max 那么硬实，但也没有那种明显的空腔音了。至于轴体的表现，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是有给厂润的，而且还不少。在按到底的时候有一定的粘手感啊，相对的还是可以接受，因为只是非常个别的轴体。至于大键的话，10分满分可以给个80分吧。简单给大家来一段打字音。好了，最后总结一下，这把键盘699的价格，对于海盗船这个品牌来说肯定是相当便宜了，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便宜啊。但对于目前国内这个市场环境来说，我觉得还是稍微的无力了一点。包括目前应该具备的一些品牌特性，比如说80赫兹回报率，或者说键线分离，这些都是缺失的，多少是有一点遗憾了。刀法稍微的狠了一点，但作为一把输入工具来说，也没有太多硬伤，其实挑不出太多毛病，起码填充是给到了。包括海盗船最有特色的灯光，那如果你是一个海盗船的忠实粉丝，想要凑一套海盗船全家桶，那预算就比较少，那这把键盘还是可以考虑的。好了，那是每日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